我是瓜皮儿。鹿角男孩前情提要：10年前，美国爆发了 H5G9 病毒，半人半兽的混种人孩子也在此时大量诞生。一时间，围绕着人类和混种人之间的生存问题，人类开始了内战。父亲去世后，一个偶然的机会下，鹿角男孩盖斯得知了母亲波蒂很可能还活着，他跟着救了自己的汤米，踏上了寻母之旅。这一路却注定不太平，好不容易被动物军团的熊女所救，可没多久，军团就发生了内讧。无奈下，他们只能再次踏上未知的旅程。这天晚上，艾伯特登门造访了假死的格拉迪斯。他说，新疫情就要来了，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，希望格拉迪斯能做个明白人，交出那本日记。恐惧之下，格拉迪斯只能交代了日记的下落，但他还是试图说服艾伯特，那些人还是无辜的孩子。艾伯特毫不理会，他背过身，只是下属进屋将他灭口。跑出去很远之后，盖斯二人停下来稍作休息。汤米改变了主意，他会和盖斯一起去科罗拉多。路上，熊女将搜集的资料交给了他们，接着他就准备搭上火车离开。他打算去南方，和朋友们继续帮助混种人。盖斯提出他们也要去。熊女说，想到那里就得穿过长满紫荆花的悲伤谷，那是最快的途径。汤米本来想拒绝，但拗不过盖斯一直撒娇，只好答应下来。一路上，他和熊女都在拌嘴。穿过森林后，悲伤谷的一片紫色景象呈现在他们面前。熊女解释说，这些紫花都是病毒带来的，因此没有人敢来这里。说完，他指了指头顶上的桥，示意从那里走过去。汤米一看，那桥对他这种壮汉来说相当不友好啊。两人又互怼了起来，盖斯劝不动，只能先上了桥。他们慌忙赶到桥上，想劝盖斯原路返回，可为时已晚呢。桥梁年久失修，盖斯很快就摔了下去。另一边，危险也逐步向艾米袭来。当年他收养那名女婴后，取名温蒂。这些年来，他将动物园发展成了收容混种人的避难所。母女俩的日子过得还算舒心，但看到鼹鼠鲍比从围栏外带回来的彩带后，他意识到危险就要来了。恍惚中，盖斯被父亲送的那只玩具狗舔醒，他跟着他跑进了树林，意外地见到了去世的父亲。对于儿子打破规矩穿过铁丝网，他并不感到意外，他只是想在离世之前让儿子保持自己理想的样子。既然出来了，那就勇敢往前走吧。他相信盖斯一定能做得很好，外面的混种人就指望他了。话音刚落，他就消失了，只剩空气中回荡的余音。盖斯醒来后，汤米和熊女也正好抱着他穿过了悲伤谷。眼看他们又要吵起来，盖斯这次硬气地打断了他们。他要求他们相互碰拳，化敌为友。彼此对视之后，他们咬牙照做了。盖斯这才蹦蹦跳跳地离开。快走吧，不然赶不上车了。辛格在清理自家草坪的紫花时，邻居鲍勃给了他几张寻人启事。南希已经失踪3天了，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将他打发走之后，辛格回到了屋里。拉尼看出他是心里有愧，便安慰说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要怪就怪那匹马吧。这时电话响了起来，有快递到了。夫妻二人还以为是秘制酱料，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。快递箱里的纸上写着没有混种人了。祸不单行啊，他们紧接着又发现冷藏室的门被打开了，里面是南希的尸体，但辛格记得自己明明锁死了。察觉到不对劲的他们正要离开，鲍勃就带人围住了他们。他觉得辛格向他们隐瞒了真相，却不知道拉尼感染了 H5G9 病毒。辛格只能打起感情牌，我们团聚在一起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，可现在我们烧死了多少无辜啊！我们很多人都为此成为了披着人皮的野兽。眼看套壳就要奏效，拉尼却剧烈的咳嗽起来，身上感染的症状一览无余。鲍勃等人不由分说冲了上去，将他们捆了起来。不用说，接下来就是浇汽油点火，在门前齐唱友谊地久天长，送别好友啊！临别一言还没说完呢，艾伯特就带人赶到救下了他们。而此时盖斯3人离火车只有几步之遥了。经过一番惊险的赛跑，他们成功登上了火车。在屋子里翻找过后，艾伯特找到了那本日记，而他并不打算让辛格夫妇活命。拉尼急中生智喊道，如果我们死了，里面的疗法就失传了。艾伯特来了兴趣啊，他看到拉尼颤抖的双手，猜到他感染了病毒，便问起原因。得到的回答是，你没送来我们想要的混种人。的确，现在手头混种人缺货。他问辛格，你说的疗法是什么？辛格说，日记的最后一页有写，格拉迪斯在绘制混种人基因图谱，想找到治疗方法，可他疏忽了碱基对中存在的缺口，基因序列里缺了些染色体，他称之为幽灵 DNA。 他对基因编码进行了重新测序，找到了其中的疗法，而这是日记里没有的，因此艾伯特必须放了他们。他招呼下属约翰尼，给他们安排个好地方住。火车上，百无聊赖的熊女和盖斯聊了起来，看着外面的景色，盖斯想到了父亲，要是他在这儿就好了。
生日的时候就是他送了自己玩具狗，之前的梦境里是那只玩具狗带自己见到他的。这时他才发现玩具狗不在包里，汤米安慰他一句，门外就传来了声音，他们赶紧找地方藏了起来。盖斯不慎掉落了东西，被对方发现，汤米冲上前去和他搏斗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对方是他以前的队友吉米。当年退役后，他就干起了替雇主跑火车的活，对以前的球场风光他怀念不已，甚至想重回球场。他问起了嫂子和队友们的下落，汤米被触碰到痛处，声音沉重地说他们都已经不在了。熊女打断了他们的叙旧，刚才搏斗中盖斯不见了。看到眼前被打开的门，他们意识到盖斯是去找玩具狗了。与此同时，艾米母女俩发现了大门前系的彩带。艾米知道这是被最后的男人发现了，唯一的办法只有逃得越远越好，但对方的速度显然更快，很快就有2个人来到了大门前。艾米当机立断，指挥着众人从地下通道逃走，自己则借口断后，扛起枪等待这群不速之客。火车上，3人找了一圈才找到盖斯，他还在为玩具狗失踪懊恼，那是父亲用自己的袜子做的，那是唯一有他气味的东西。正说着呢，汤米就发现火车离科罗拉多近在咫尺了，但熊女却跑过来告诉他们，火车上有最后男人的成员。吉米这才想起火车是他们包下来的，敌暗我明的情况下，硬刚不是上策，只能先找地方藏起来。他们刚躲进最后一节车厢，汤米就发现那只玩具狗就在下面，他准备冒险一试，开了门，拿到东西就想离开。对方显然智商在线，他很快就识破了汤米的伪装。汤米只能将对方打倒后快速堵上了门，现在只有跳车离开了。吉米决定由自己留下来掩护他们离开。3人跳车后，门也被撞开了。吉米咬着牙和他们扭打到了一起。走出隧道后，3人发现他们已经进入了科罗拉多的地界。对盖斯来说，这就意味着离母亲不远了。时间回到灾变爆发前，眼镜叔理查德还是一个普通的科研所清洁工。某天，他发现研究员正拿着鸡蛋做着什么实验，可他又不能问。走廊上，他听到了波蒂和军方的争执。下班后，他在酒吧偶遇了波蒂，2人逐渐越聊越投机。理查德借机问起了鸡蛋的事，波蒂说那是他以前从事的一个项目，为此他花了1年的心血。简单点说，那个项目涉及到微生物实验，他们先在鸡蛋上注射病毒，如果成功孵化而且无害的话，就可以批量生产，到时候就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。如果失败的话，那将会是场浩劫。酒吧打烊后，理查德送波蒂回了家，路上他们还一起看了星星。回到家，他们坐在一起喝起了咖啡。正当一场18禁的画面就要上演时，一通电话打断了他们。电话那头的助手朱迪说，军方要接管实验室并收走所有的资料。波蒂自然不能接受，他必须抢在前头拿回自己的心血。理查德偷出一串钥匙，既然要追求刺激，那就贯彻到底了。他们偷偷绕到后门，理查德有些不解，看军方的阵仗像是有什么大事。波蒂说，你很快就知道了，记得我在酒吧说的浩劫吗？穿过走廊后，他们隔着玻璃门看到了正在忙碌的军方。接着波蒂向理查德展示了他的研究项目，保温箱里正躺着婴儿时的盖斯。门外传来了军方的动静，如果让他们带走盖斯，他一定会受到各种非人折磨，事不宜迟，得尽快带他离开。理查德故意将吸尘器的声音调大，吸引了军方的注意力。波蒂趁机抱走了盖斯。2人会合后，波蒂突然改了主意，他将盖斯交给理查德，他必须回去销毁那些研究资料，不然的话会有几百万人丧命。来不及说告别，他们只能匆匆别过。当理查德带着盖斯来到黄石公园后，收音机里也传来了疫情全面爆发的新闻。他强打精神，开始在这里安营扎寨，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。时间回到现在，盖斯3人正坐在他们当年相遇的酒吧门前。想到还有2公里就要见到母亲，盖斯表现得非常兴奋。熊女偷偷问汤米，如果到时候盖斯发现母亲死了该怎么办呢？汤米就说，那就让盖斯跟着你吧，你们不就是为了保护混种人而战的吗？熊女表现得很犹豫，她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。汤米拆穿了她，你南方的伙伴根本就不存在了，算了，我到时候再委婉地告诉那孩子吧。这时盖斯发现不远处的烟囱正冒着烟，这说明那里有人。沿着方向，3人找到波蒂住的地方，盖斯冲上去拍门，开门的却是一个老妇人。听说盖斯是来找波蒂的，老妇人就记起了他。老妇人说他是波蒂的同事朱莉，以前波蒂救过自己。灾变爆发后，他回到这里找波蒂，却看到军方在洗劫，他们将自己扔在这里等死。那时最后的男人还没掌权，波蒂在这里照顾了他很久，直至痊愈。后来有一天晚上，他背上行囊就去找盖斯，至此杳无音讯。10年了，他都是在此独居。盖斯刚沮丧了没一会儿，就看到旁边写着史密斯堡实验室的花盆，父亲留下的遗物里就有这里的工作证。
听到盖斯叫理查德爸爸，朱迪打开了密码箱，他将里面的钥匙交给他，那是开启实验室阁楼用的。波蒂也肯定希望盖斯看到里面的东西。盖斯接过钥匙后，兴冲冲地就要去那里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一脸凝重的汤米和熊女。灾变爆发后，那里就关闭了，据说病毒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。他们赶到地方，打开了门，盖斯发现了母亲和一个老人的合影，熊女认为可能是她老公。汤米觉得或许该向盖斯说那个残酷的推测了，他刚想开口，盖斯就打断了他。在路上他已经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但他依旧保持着乐观的态度，现在他离母亲不远就是证明。接着熊女发现了一份写着遗传单元系列1的档案，盖斯看到档案袋子里的照片，自己全身插满了管子，被波蒂和一群人围观，这群人里却没有父亲的身影，他有些焦急，拼命地想要找到父亲。熊女和汤米制止了他，盖斯一再追问下，汤米这才说出了自己的猜测，或许你从来就没有父母，而是那些科学家制造了你，但理查德照顾了你这么多年，不是父亲也胜似父亲，他那么做或许有他的苦衷吧。这番话信息量太大了，盖斯一时间接受不了啊，他夺门而出，在树林里狂奔。这些信息的冲击力对于汤米和熊女来说也很大，熊女还以为混种人是上天创造的产物，看来是自己太天真了。汤米打断了他，现在得找到盖斯，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太危险了，保险起见，他继续去找人，熊女则留在原地，以防盖斯回来。树林里，盖斯将理查德留给自己的东西一件件丢掉，只剩下最后波蒂的照片。这时他发现不远处一架飞机，走上前一看，里面空无一人。晚上艾伯特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了动物园，他朝里面喊话，希望艾米识相些，交出这些混种人。那群人活着对人类就是威胁，只有他们被抓去做实验才有出路。艾米回怼了他，少在这扯淡了，你以为你穿得像钢铁侠3的满大人我就怕了你啊？有种你进来呀！对了，希望你喜欢烟花，老娘这儿有好几吨呢。话音刚落，他就启动了机关，将艾伯特和他的人炸飞出去。温蒂则趁乱带着同胞们离开。艾伯特被炸得灰头土脸，他命令下属要给艾米点颜色看看。温蒂等人刚从下水道出来没多久，就被艾伯特的人抓住。等艾米赶到时，地上只剩下温蒂的帽子和空空如也的下水道，以及他绝望的吼声。不久后，辛格夫妇被载到了动物园，摘掉头套后，辛格发现拉尼被隔离了，虽然只隔着一扇玻璃，但对面的拉尼却听不见也看不见他。艾伯特告诉他，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你妻子没有感染性，你在这里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混种人，而你想要的东西只要打个响指就可以送进来。新一轮的疫情就要来了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他希望辛格能赶紧做出唯一的解药，好让他垄断市场，逾期或者做不出来，拉尼可就小命难保了。汤米在寻找盖斯时回想起了以前，灾变爆发时他费了很大劲儿才找到一个产房让妻子生产，孩子出生后却是个混种人，他一时接受不了，冲出产房大哭了一场。另一边，朱迪也赶来了研究所，熊女问他，盖斯那样的孩子和病毒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朱迪说，盖斯是波蒂的项目，自己并不清楚。波蒂只透露过一句，盖斯这样的孩子和病毒就像是硬币的两面。草地上，汤米找到了盖斯，他还在为父亲瞒着他而赌气。他开始觉得自己翻过铁丝网或许是个错误。汤米讲起了自己的故事，当时他的孩子出生后和盖斯一样是混种人，他当时一度想坐电梯逃跑，但冷静下来后，他觉得孩子不能没有他，于是他掉头回去。可产房里已经人去楼空，自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相见。有时候只是因为错误的决定，哪怕没有恶意，我们都会伤害很多人。但他觉得和盖斯待在一起是最正确的决定，他不想再失去一次了。他们可以一直在一起，想去哪儿想做什么都行。盖斯问了一句，那待会儿保护区的人来了，我们该咋说呢？他刚才已经呼叫了他们，回复说马上到。汤米刚察觉到了不妙，就传来一阵巨响，他应声倒地。艾伯特带人赶到，直接将盖斯抓走，留下汤米在原地自生自灭。盖斯很快就被送到了辛格面前，辛格一边开启工作录音，一边就准备动手。发现盖斯会说话后，他命令约翰尼再带一个混种人来，哪怕这会让艾伯特不高兴。因为久等不到汤米回来，熊女有些焦急。朱迪和他聊了起来，他慢慢敞开了心扉。其实他的父母不是被最后的男人所杀，而是死于疾病。不久后，因为妹妹是混种人，所以就被那群人抓走了。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都是一个人过着远离人类的生活。他试过寻找妹妹，但是失败了。后来他遇到了狐女，建立了动物军团。再后来，狐女背叛了他，他又一次成为了孤家寡人。说到这里，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名贝奇。朱迪鼓励他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能放弃希望。说到这儿，旁边的通讯器突然有了反应。晚上，
盖斯被关了起来，他见到了同样被关押的温蒂等人。简单交流后，他们为找到同伴而拥抱起来。汤米从昏迷中醒来，看到了艾米。艾米建议他要多休息，明天早上就去救人。而贝奇那边有了新情况，通讯器的讯号终于通了，接起来却是一个远在冰天雪地的女人。 Hello? Who are you?